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？长老，神爷，水秋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。 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。 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殉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，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。 眷顾天下，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，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 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军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：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。 这便是你们的大，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这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 我要叩缺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长老，我是大晋检校司空，我要面君。水秋公要阻我吗？ 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不要阻我！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，我与你同去。今日又闯下祸了。 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？国令公有令，命我领2位去见皇上，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。我也好奇，这好端端的京师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？
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们礼纲常道统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！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你便该死。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
魏国斥候已经出现在汴河之畔，大军压城，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。宣阳门监门上了闸子，请关城门。数万黎庶嗷嗷待哺，将他们关在城外，放任贼兵去残杀吗？这是打仗，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岂容得妇人之仁？相公，带老夫去宣阳门处看看，名高，不肯为妇人之仁，看看这城门要做残民之贼吗？当官不当官？城坚可视，喏民心亦不可弃。吾等世受国恩，当以死相守。天快黑了，若是不关城门，城外的人心存念想，只会越聚越多。现在不关，再拖上2个时辰，只怕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。你把刀子亮出来，城门就关上了，你敢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这许多流民一下涌进城内，需开封府一并治理。可这开封府里还有做衙理事的人啊！大郎，人太多了，这样下去不成啊！兵乱一起，除了京城，他们还能去哪儿？这些都是基辅之民，现在汴梁便是他们的家。可是大战在即，谁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叶下军和契丹人的探子？必是不会少。张太尉又不是第一天当将军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干净。即便如此，那又如何？天底下乱成这样子，是他们的过错吗？与其在此物色有野，还不如想想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。安置流民也好，抵御贼兵也罢。汴梁的清军侍卫，这吃了这基辅百姓许多年的粮税供养，总得做点正经的事情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吧。你这郎君，一张嘴说的倒是好不轻松。眼下的局面，天子和相公们都没法子，咱们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头兵，又能记得了什么事情？行了，莫要与他争辩。通知兄弟们上马。去哪儿？下寨。守护城。大郎，你是守城必先下寨，此乃军中常法。城外没有应援之军，城内看援兵力不过数千，而张太尉至少2万兵马，兵力悬殊。正等到大军围城之时，这10几里长的城墙，纵使几千人都站上来，他也是顶不住。叶下兵骑兵多，契丹人又是骑射渔猎之族，我猜他们根本用不着强攻，骑着马围着城墙跑上几圈，就能把我们活活累死。大郎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只是咱们只有一个指挥，撑死了也不过才200多人。整个叶下大军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下去，又如何能做到凌晨下寨啊？打不赢是咱们没本事，不敢打。有人会笑话咱们没懒子。大郎，是战是降，朝廷与相公们都尚未定论，咱们也不知急于这一时啊。大郎，就冲你刚刚这句话，我这就去中书门下，去请冯令公的手札。兵贵神速，不等他了。传将令，全军上马。诺。
产子莽撞孟浪，自作主张，皆因末将平日未能严加管教之故，请令公治罪。令公，贼众我寡，若不能出城下寨，内外呼应，成犄角之势，则京城不如不守。起来吧。谢令公。守城之要，在内有足食之粮于外，有可援之兵。如今京师的局面，哪里来的足食之粮？又何曾有可援之军呢？城中的公卿将相，谁家没有个300-500担粮草？带着兵一家家的抄过去，11万担粮草总是能够凑得出来的。如今城中大约有17000-8000户人家，以一户每日耗粮10斤起，每日总共不过2000担。若再省着点用，足够支应2个月了。那2个月之后呢？太原令公可否愿意率众星夜南来，2个月之内解我京师之围呢？不能，不用2个月，1个月也不用。10日能守住吗？说实话。京师兵马，算上侍卫、清军和宽衣控河，不过也就5-6千，但真正能够上阵杀敌的，恐怕连半数都不到。正是如此，这些兵若是守在城墙上，还能勉强得用；如若城外野战，转眼之间便会跑散了。守在城墙上，能用？能用。军贵，依你之见，守城10日，需用多少兵？那要看杜令公给张太尉多少兵，也要看契丹到底派了多少弓照兵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带来了多少粮草。他们能在城外找到多少人，便能有多少粮秣。这是御街勾当的清闸。禁卫清军前日平乱，当街杀了26名军士，皆为奉国军所属。最高的是一个小使臣，要寻得苦主，发丧烧埋。库府钱粮还有多少？锁头被砸了，下官查验过了，1文钱，1匹绢皆无。禄米便更不必说了。正是，人心惶然，这个时候，谁还会顾得及朝廷的法度？朝廷法度既不得势，手里没有钱粮，便没有人肯出来做事。如此时局，原也无可奈何。即便是天塌下来，事情还是要做的。请薛公吩咐。这第一件事，便是借钱。快些，再快些！大郎，这200军卒守城，只怕明日午时张太尉的兵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过去。哎，会有援兵吗？叫儿郎们打起精神来，天下英雄可都看着咱们呢。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要叫他领教领教咱们汴梁侍卫清军的胆色。城外副城下寨。是，人不多，
该是不到1000人。带兵的将校是谁？赴城外200-300步，有真骑斥候，小人等未敢近前。这汴梁城里还有敢带兵抵抗的汉子？不是说那罪人前几日要引火自焚吗？听说冯令公回朝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回了京最好。弟兄们应该少费些气力，由他主持大局，这京城便可传习而定。使君，司空，中书遣人传说，冯令公召集朝廷3品以上文武公卿于1个时辰之后，简贤讲武殿议事，外藩使臣也在其列。老令公，天子已然自弃天下，杜令公效先帝当年故事，引北朝大军南下，其事不可当也。小冯相公，下官敢问，何为效先帝当年故事？先帝弃了幽蓟，杜令公难不成要弃了两河？内汉又何必如此装糊涂？契丹大军已然到了腋下，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，又何来一个弃字？腋下降了，晋阳却未降。杜令公效仿先帝，刘令公却断不肯为二臣。河东100万之兵，是与契丹一决生死。说的倒是好听。刘令公拥兵晋阳，河北沦陷已有数月，如何不见河东军出兵御敌？你却又是何人？官居何职？公卿讲武殿议事，也有你插嘴的份吗？下官乃河东班悍马步军恐怖官郭荣。下官代刘令公陈情于京师诸公。杜重威叛国，张燕则逞嗣，契丹大举南来，当道诸公却不知安民御敌，却还想着向卖国的奸贼称臣屈膝，这岂不可笑？原来如此，连刘知远都动了心了。却不知刘令公何日提兵来京师辅政呢？小冯相公的意思，是欲使刘令公像杜令公那般，弃了河东百姓黎庶，将12州国土拱手让与契丹，再率兵南来京师，以兴鼎革。河北是前线，河东难道就不是前线？河东不能弃，那是朝廷最后的指望。召你们来本不是议论这个的。张彦泽的兵近在咫尺之间，你们谁若是欲降，稍时自可出城去降。眼下是有一桩急务要着落在你们身上，却不知老令公所言急务究竟是何事？粮食、兵。天子将兵都打完，转过头却又寻武要敌，燕氏。是啊，秦贵，禀令公，朝廷规制，载职以上，倚仗50，使相备之。各个节镇、诸军、诸司使，各有牙兵清教，巨额不等。悉数充裕营武，能够得到5000兵力。至于粮食方面，公卿、丞郎各家的司令，至少60-70担，多则300-500担。若悉数以充粮秣，至少可供给京师居民2月有余。却有钱家的日子，捐书钱粮。主公，国难当头，正该戮力报效，
以权终结。真的要动手吗？你说呢？大殿里，不是公卿，便是勋贵。平日里哪一个都惹不起。抛弃骨头不过5-7、10斤肉，扔在城外的贼军营中，尚不足贼众一顿军事。三国桥，我家无兵，自罢相之后，仪仗也都撤了，只有10束家丁、380担存粮，还有12000贯匹钱绢，都与了令公便是。冯令公，贵使，我朝与贵国本是敌国，于此危急存亡之时，老夫便不客气了。南唐使团上下500兵丁，便由侍卫亲军征用了。冯令公，冯令公，吴越使团卫队2个指挥，加上另外1个黄龙岛的水族营，共计612余人，愿意听从令公调遣，守卫京师。远道而来修贡士，没有那许多的粮秣，原本朝贺朝廷征旦的那20万匹钱绢，明日即可，捐与令公，以充军事。贵使有心了，只是有一条，还恳请令公应允下官。你说。我吴越子弟乃是朝廷藩镇，守护京师，阵前奋死，当仁不让。只是倘若朝廷以外人视我，将我这诸将士分散编制，枉送性命，那下官也是不义的。吴越之兵只能守城，不能出城浪战。依你，吴越之境，当由下官亲率，所有将领就由下官于司空奉领，其余将士概不受令，不违军前为命。依你，还有吗？如此，下官谨奉令公君命。令公，如此我大唐，你们不行。自此时起，南唐使团上下，由你徐鼎臣一将，皆须听从号令，违令者诛。这许多人，最少还有2个时辰才能悉数入城，总数怕不是有2万人上下。33800人。你一直在数。到你方才说话为止，总共进去了将近33800人，还不算上之前进去的那几千人，和眼下这些未曾进城的，总人数怕是有5万人上下。5万人？这城中哪有那许多地方能安顿这多出来的5万人呢？是啊。子平，下官在。开封府如何？向吴越使团带了笔款子，8、9品的书吏、巡城的院子，还有应役的衙前，募了100、10个人回来，勉强能用事了。
赵红英，末将在。城防修缮的如何？禀令公，已严令儿郎们尽心勘察城防，有毁坏破缺处即刻修缮，详细分兵协同，均已部署。以赵红英节制京师防务，城内诸军悉从其调遣。诺。调元符在。从各府各节镇收编的仪仗、牙兵、家丁总计4、5千人，除却吴越之兵，一体由你提调整编，才太老弱，遴选青壮敢战者3000，以为城中后备。诺。京师城内，军资粮秣、口粮配给、医药伤患、买卖公平、居所安定，皆由开封府统辖。自即刻起，桑国桥复任开封尹，子平为判官。京师秩序，老夫便托付给2位了。回禀令公，自昨日午时起，宣阳门方向入城的逃难黎庶已近4万，陆续入城者尚不知凡几。这些人的饮食生计姑且不论，如何安置却是件大事。如今，马前街和周围的几条街道都堵死了，京城里可以安置流民的处所，连1/10怕是都容不下的。薛公，不知这些流民当中，老弱妇孺几何？青壮丁口又有几何？青壮约40%有多。令公，如今之计，可将这些流民青壮收拢编练，这些人上阵杀敌是不成的。然则修筑墙垒、输送给养、烧制饭食，皆是可用之劳役。此事便交于你去办。只要能安定流民，不使绅士生杀予夺，皆由得你。下官领命。只是下官恳请令公给下官拨一支兵，不必多，只需维持秩序便可。吴越的兵暂不上城墙，随你办差。谢令公。青壮如此，老幼妇孺如何安顿呢？问他。薛公关心，京城之内必有安顿之处。不能安其家，何以安其心？诸位，张彦泽即将攻城，准备开战吧，给这个天下最后留一份体面。诺！来，都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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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听好了，我乃开封府判官薛公僚属，凡是困了、饿了，想有个安生的地方歇歇，想吃一口热饭、喝一口热汤的，都跟着我走，就在明德门前集合，千万不要踩踏伤人。是。田家郎君在呢，带一队人马跟我走。好，这你就带着左队，随着司空，务必要护住他的安全。左队交跑！吃饭的、喝汤的，都跟我走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杨光义、刘庆义、刘廷照、刘守忠、王正忠、王审琦、李继勋、韩崇晕，大将听令。末将在。你们8个人，8个指挥，每个指挥再补进1个队，即刻出城，与大郎合兵一处，攻守进退，截停大郎提调。末将领命。天子有诏，尔等皆是基辅良将，
因离兵祸，不得已而弃家避难，进入京师，便是京师之民，自当遵从法度。今社稷大难，朕与尔等可共甘苦，可同患难。朕之无虞，即尔等之无虞；朕之犯使，即尔等之犯使；朕之敌臣，亦尔等之敌臣。今可责轻壮，以为军前之意。老弱妇孺等辈，皆可入居皇城之内，勿使有积累之忧，勿使有霜寒之苦。朕之至意，尔等当尽体之。都听明白了吗？都听好了，自即刻起，女子、老人、童子，皆可入住皇城，饭食、汤水、居所，皆由官家遣专人安顿。身长4尺之余，须发未白之男子，不得入住皇城，须听从开封府衙役号令，编户造册，以为军役，驻守京师。你们是想好了？既然入了京师，京师的安危，便是尔等的安危。京师存，尔等存；京师亡，尔等亦亡。天子说：“如父母妻子，吾养之。”排好，都排好，都排好啊！都下来！听号令，守规矩。只要做完了事，人人都有周河。不听号令、坏了规矩的，便是这等下场。他不过是饿极了，想吃口热粥，却是坏了哪家的王法？司空不再管一些些，来此做甚？我是在问你，他饿了，想吃饭，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？请司空直起头，替他报仇。怎么，不敢了？看什么呢？继续排好队，添好柴。大战在即，诸事繁杂，你可以不帮忙，却也别给我添乱。司空，拿好你的王法。案上的这些，原本只是蒙童练字、描红的粗纸，但是如今，他烙上了司空于某的印信，那便是杭州凤华山下100顷的水田。司空于某替大王
颁下赏格。诸位将士们，还有我身后黄龙岛的弟兄们，都听好了。中一箭者，赐1亩；背一刀者，赐2亩；当1矛者，赐3亩；重伤致残者，赐5亩；临阵殒命者，国中家眷，扩田10亩；至为永业，免其杂赋。好听的说完了，下面说的是不好听的。各位都是老军务了，军中的规矩自然都明白，但我还是要重申一遍：有胆敢临阵、失机、违令、妄语、擅退、叛逃者，立斩。国中亲眷，男为官奴，女入教坊，3代不赦。怎么，路上遇袭了？贼军前哨，不足20里。是魏博的斥候，还是远滩蓝子马？魏博斥候，真和那远滩蓝子马要是遇上了，我这就回不来了。贼中可还立于行？马上全是金银珠玉、家私器皿、绢帛绸缎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这帮阿杂泼财，从腋下到京城，竟是走了一条富贵路过来。你给我好生回话。某现在是义军主将。是。贼众沿着汴河漫卷而来，轻骑斥候在东，忽为侧翼；部族在西，4路行军，道旗却有8面，还有2顶阴雨造旗。阴雨造旗，那是契丹倭鲁朵香问以上的贵人才能用的旗鼓制度。还有别的吗？道旗队列之间夹杂着很多义夫，未能向前，不能尽数。粗略算算，应该有1万人以上。夹带私财，裹挟民夫，1个时辰最多也就走3、5里路。看来午时是到不了了，怕是要等到日落时分了。吃点东西去吧。是，走走，累了吧？日落方至，不是说午时吗？河东节度宅基副使的幼子，在赵家小王的骑兵中为小校。他传回的消息，说是赵家小子的论定。文肃，令公，那是楚国夫人吧？正是。太后潜心礼佛，不肯事事。皇后就要守着陛下，不敢擅离。后宫女眷大多怯弱，多亏了楚国夫人出面，否则这许多流民家眷位积在皇城之内，不出乱子也难。张练则来与不来，事情还是要照做。回去吧。诺。北面的那条南清河，是客军乘背水之势，被南清河和护城河2条河流夹在了中间。纵使有千军万马，也难以施展。若是贼众从东面攻入，那唯一的路，便只有夷山之下的那一条。而那条路面不过200步，地势狭窄，易守难攻。
如果他们攻上了山，以居高临下之势，那又被南清河所阻碍，同样也是无法展现兵力。由此可见，令郎下寨的位置是选得极佳的。赵小郎将几个指挥内的弓箭手一并布置在了副城内，便是兴大兵强攻，也未见得便能得手啊。小畜生自作聪明，当不得贵使的命赞。哎，太尉过谦了，令郎虽然年轻，但已有大将之风范呐。二郎们将一壶36支狼牙箭尽数用完，一都100人，便是3600支箭，可保万全无虞。少诓我，你这一都何尝能有100人？100人没有，80人总是有的。善射之士南巡，在各指挥皆为精锐旋风，又或是亲近卫士，谁家吃空饷，敢吃到这里面呢？那是和自家性命过不去。这些拨张弩是哪儿来的？此番出征之前，太尉专门从大内武库之内请出了100多架弩机，裁汰了受朝重铸的，还剩下66张。这还像些话？拿着。人手若是不够，我再调2队人马给你。不用不用，嘴硬。上弦的虽说不及弓箭手耗气力，可真打起仗来，难免会有筋酥骨软的时候。交替着喘一口气，关键时刻能顶大用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承旨，承旨，承旨，来了，来了，承旨。好生说话，说仔细了。承旨，贼军来了，东面。传令全军距城10里下寨，事后前出200步，遮蔽大军左翼。叫弟兄们都小心点儿，那城里怕是有古怪。走，杀！杀！杀！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，可若是论及用兵，天下藩镇众将里，及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。想让他大义轻敌，吃上一个小亏，怕是痴心妄想了。贼众虽远来疲惫，一概交错，却是无懈可击。张彦泽9掌容击，先帝与当今2代天子厌极了他，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。果然有些道理。今日打不了仗了，让儿郎们谨慎些。哦，张逆没有攻城，他9掌容击，不拘于这一时半刻。城内如何？回禀领公，钱粮、民役诸事都已安排妥当。自今夜起，
京师恢复宵禁。不过一个白日，如此已是不易。民状如何？回禀令公，昨日入城的民状已编户7000有余，聚成了70个壮都。也还罢了。各邦国结镇使馆可有异动？回禀令公，两边的随员都已打散，编入了亲军。行馆那边，桑相公于晚间时分已经过去安抚了。桑国桥，周礼有云：“邦交者，问也，聘也。”如今，贵国天子弃国，北朝大军逼临京畿，公卿必位，人心思变，鼎益之机只在选种之间。冯国公酷命老臣，上不能奉君王安社稷，下不能治六军，抚黎庶，竟然逼废国礼，拘禁使臣，驱使上国之士如遇奴仆。国乔相公此来是问言，是聘言？徐鼎臣，你依旧是只有这些废话吗？礼崩乐坏的是大晋，不是大唐。那若是杜重威将河北州郡举手奉于北国呢？先帝做得，杜令公自然也做得。杜重威能卖河北诸州，却未见得敢卖河南。桑某敢。燕云16州，便是桑某卖与耶律氏的。论及与北国做买卖营生，杜重威怕是越不过桑某去。千古名册在上，你桑维汉，便是那华夏明教第一罪人。已经是了。多卖几个州，也不过依旧还是。既然如此，能让鼎臣兄的大唐毗邻北国，能让淮南郡县也知道什么叫做大草谷，什么叫做倒灶菜，什么叫做米肉铺子，能让江宁城里的君臣公卿们一息硕精，桑某余愿已足。桑国乔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冯令公说，咱们大晋没出息，能降北国，不可以降腋下。遑论张彦泽，那是尔等的事啊！也是尔等的事。国乔，辛苦了。持国秉政，桑某不及令公；卖国求荣，令公不及桑某。徐铉答应了。契丹天子驾抵京师之前，南唐不会与杜重威和张彦泽交通往来。二贼若是有信使内奸，徐铉也会带南唐徐家婉拒。编入侍卫清军的南唐使团护卫，徐铉遣了南唐枢密院北面防通事官李元兴协助编练弹压，城破之前当不会为乱。京师之乱平复之前，南唐方面不会借机向吴越用兵。下官水丘替大王谢过桑相公。桑相公，
请恕小子无礼。若南唐不肯就范，执意和张彦泽书城示好，相公真会卖了河南、河北、株洲吗？司空，自非我等藩臣可知。水秋公，我想知道答案。以钱郎所思，桑某是该卖还是不该卖啊？小子不知道。小子自幼束发受教，读了许多圣人诗书。夫子著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卖国纳土总是不对的，是吧？钱郎既知是非，今日又何必再有此问呢？若在杭州时，此事无可争议，必然是不对的。然则，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，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。原本以为的是非，似是而非。及至今日，方才听了相公所言所为，小子心中浮现出是非二字，竟突然觉得，此时来问及是非，如问鸡鸣何不食肉糜，荒天下之大谬。为何会如此想？小子也不知道，只是心中一时疑惑，便问了出来。还望相公恕罪。年轻真好啊！相公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桑某吃长一些岁月，见识阅历稍过于钱郎。郎君可愿信桑某一言？愿听相公良言。是非是有的，一定是有的。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梨树在下，此事万古不易。无论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卖国求荣，将16州军民土地拱手奉与耶律氏，使华夏故土卑视穷庐，祖宗故人皆从左任。此乃桑某万世之罪，此乃中原万世之耻。翌日，若有人与郎君言，先帝迫于形势，桑某无奈为之，请郎君莫要犹疑，当即扑杀此僚，与世人除此奸恶。你又想什么呢？你不觉得咱们在吴越时就是个笑话吗？你又在说什么荤话？我是真觉得我自家就是个笑话。父王轰了六哥接掌两军，杀了代太尉，囚禁了三哥和大郎兄。我认为六哥不对，去找他争辩。我想救三哥，申基一点醒了我才给你发了信函。你阿娘率领船队截断前脚，把三哥救走了。我当时心里是极得意的。我得意的是，六哥不知道这些事儿，是我这个整日混迹于余氏酒肆的不成器弟弟一手做出来的。你的确救了我阿兄的性命啊！
不过是救了自家兄长一条命而已。那姓郭的孔目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便杀了一个人。我知道他是为了维护法纪，整治秩序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守规矩，这般才会有更多的人能活下来。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这更多人的性命便是命，那一个人的性命便不是命了。若是我们能活着回杭州，你会娶我吗？啊？我阿娘说，你若是敢要了我又不娶我，她便再次截断钱塘，也要好好与你算明白这笔账。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些？我只是在想，若是明日这城破了，你我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。若是要死在这儿，我自然要想一想，我要埋在哪？要不要与你埋在一处？若是与你埋在一处的话，又是以什么身份？你看这城里头，每天有那么多人想活，眼前的这些人，每日忙得脚不沾地，不用吃饭，不用睡觉，反倒是你，整日像个傻子似的。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这些，你不如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要不要娶我？至少能让我明白，我死的时候要不要和你埋在一处。至少这是眼前你能为我做的事儿。你就是想说，别人都在做事，而只有我在自寻烦恼。这也怨不得你啊，毕竟你生下来便是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，在海上每年都会翻覆上百只渔舟船舶，多少个人丧身渔夫，多少个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儿，你知道吗？人死在海里，身子不会沉下去，身体会被海水泡得肿胀发白，然后就那么飘在海面上，被那些大鱼小鱼争食，生生世世不得入土。眼下这个京城，就是这艘大船。这艘船上的人，有的人在系缆绳，有的人在补破缺，有的人在补帆网，有的人在摇橹桨。而你，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担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今日才知道，我自己是这般没用。其实啊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晴天蓝海的英雄，多的是像你我这般无用的人。其实当无用的人也挺好的，至少每天不用想那么多有的没的。至于那些国家大计、是非礼仪、苍生福祉，就让那些有本事、有能耐的人去想去做就好。我们只要把眼前的人、眼前的事儿顾好了，
便不枉此生。再派50个人，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，守住那个口。好，好。你在干嘛？回禀将主，卑职钱红树，听候将主差遣。你以为这闹着玩吗？这打仗会出人命的。回禀将主，卑职知道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。当军，少时贼寇攻城，兵凶战恶，见识无眼，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。回禀使君，卑职知道。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？贼众围城，天亲在即，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，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卑职吴越亲卫第3都小校钱弘处，听候使君将主军令。你拉开弓吧你！行了。卑职可以迟钝。大佬，看马来报，张力出营了。铁骑5000，兵卒1万，共计6军，还有契丹1000。传令下去，各指挥紧守城墙，无令擅自出营者立斩。大声喧哗蛊惑军心者立斩。诺。击鼓。骑兵第1项略宣阳门，第2项略营出门，摆步慢守。我。叫弟兄们都长点眼，不要靠近营出门摆步之内，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。
第几轮了？第4轮了。1拳3个到500步，3拳就是2到3里地啊！一大早马力壮得很，跑上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！那就再忍着他10圈。通知各指挥，提前半个时辰到那。是。41个，上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5发了。第10圈了。明军，让齐军回来。长官。赌一把，赌一把。全军尽量！想嚷嚷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跟你赌一个金刀子，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之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！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啊！来，水酒给我接。再给我一个。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，他又得中一箭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
何必？人都死了，拜与不拜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。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世道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，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的。可世道的错，也是错。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